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6.89，收盘价是236.0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8.33，最低价是在232.1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118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因为在之前的一个交易日只有3个小时的交易时段，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时间和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数字比例来说，这个成交量相对前一日来说应该是略微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向下，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走势，并且呢，下行的走势的强度在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向上，开口变小。在0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并且我们也会看到，慢线即将要上穿0轴。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那目前我们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出现了背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11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那它的特征呢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那上影线很短。那蜻蜓线通常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它目前这根蜻蜓线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后的横盘中，那它也是继前一个交易日，或者说继11月22日这根 K 线以来的第2根休息的 K 线。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 K 线最低并没有跌破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31.4，也就是盘中在前低的上方运行，然后收盘呢依然收在5日均线值以下。那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休息的 K 线。那日后呢，要等待突破。那目前从 K 线信息上解读股价向上突破的目标就是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44，向下突破的目标也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31.40。那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提到过，这样一个左长绿右长红，然后呢实体的长绿在实体的长红范围之内，那这是一个典型的变盘向下的K 线组合。那股价日后要跌破了这个母线的最低，那将会开启下行。只有股价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所以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一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之后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的是横盘，那股价日后突破一定是要突破这根母线的最高，或者说是它的最低，而再次出现一个上行或者下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28。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会出现补量反弹，收盘价会在241。实际在11月27日收盘价是在236.08，出现了横盘向上。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那么目前股价要
等待突破，所以我们依次先从上行来说起。对于11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上行，目前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247，因为站上它才会继续出现头头高、底底高，然后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但是到达它之前有一个条件，股价必须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244。那这个位置呢，将成为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好，第二个目标就是建立多头之后，股价上行第二目标就是257，然后257也是一个压力位，然后接下来上方的目标是269。那在到达269之前呢，我们会看到1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将会成为压力。对于11月28日这个焦点是在262附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目前就是前低，也就是这个开口的上沿，缺口的上沿是在227附近。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下行的目标是206。那我们先说第一个目标，如果股价跌破了227，那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股价会出现下行。同时，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它的附近。好，那这个一旦多头趋势被瓦解，那第二个目标是206，它仅仅是一个支撑。那么股价下行真正的目标就是194。因为跌破194将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或者中长期的空头趋势，这是股价下行的最终的目标。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11月2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是，对于11月27日我们盘中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32附近，也就是在它的上方运行不破前低会收高。那对于11月28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37附近，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到237。237呢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一个中线的位置。那股价如果能够在盘中能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突破这根蜻蜓线的最高，而出现股价收盘价会收高。但是如果在盘中遇到这个位置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并且在盘中再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232，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收低，对，也就是出现一根一个下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关注237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11月13日收盘5%建仓，在11月14日收盘价10%加仓，在11月21日收盘价10%加仓。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我们测算是在236附近。那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这根红 K 的最低，也就是231附近，所以截止到11月27日，这个仓位还没有被止损出场。那么这个仓位我们获利的目标是在从244到247，或者说是等待继续加仓做多。对，好，那么到了11月27日收盘价236这个位置，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目前股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
我们指的是收盘价，然后成交量略微量缩，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到了11月28日，这个仓位我们要继续给出止损位，我们依然守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31附近。对，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11月28日开盘之后，从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一直到上方的244，会一直有空头力量的进入。那么他们的目标将是227，也就是说要跌破这个位置，然后呢建立上方我们会看到已经有头低，出现底低，那也就是要瓦解这个多头趋势，而建立一个新的空头趋势。好，所以这是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26，因为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它的附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11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在235到238之间。我们说，股价如果是低开盘，它是压力；如果是高开盘呢，它将是，如果是低开盘，它将是，压力；那如果是高开盘呢，它将会成为支撑。好，那我们再来看上方第二个压力位是从244一直到247，这是第二个压力位。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57。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我们说依然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从235到238之间。然后第二个支撑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是在231附近。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225到226。225.5到226.5之间，其中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一个下行下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6。最低下方会到达226，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28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如果出现平盘，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5，上方最高会到达240，然后收盘会收在237附近，也就是继续收在这个位置平盘。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